欢迎来到宇宙回声频道。今天我们讲人死了有没有轮回？人死后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你有没有在某个瞬间突然对死亡产生一种莫名的熟悉感，就像你曾经经历过？当心电图拉成一条直线，当体温从37摄氏度一点点冷却，当最后一缕意识从瞳孔里消散，那一刻之后到底是什么？是像关掉电视一样，画面戛然而止，只剩下无边的黑暗，还是像脱下旧衣服，意识会飘向某个我们从未见过的空间？又或者在某个我们不知道的时间里，这团意识会重新钻进一个新生的躯体，带着模糊的记忆，开始又一段旅程。人类追问了几千年，死亡是终点还是中转站？今天我们从解剖刀下的科学，到寺庙里的经文，从濒死者的回忆，到量子力学的迷雾，一起撕开生与死之间那层薄薄的纱。第一章：死亡的科学定义，从停止到未知。我们先从最冰冷的科学开始。医学上，死亡曾被简单定义为心脏停跳、呼吸终止，这是1968年以前的标准。但1967年，世界上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成功后，医生们发现心脏可以替换，呼吸可以靠机器维持，真正无法逆转的是大脑的死亡。于是，脑死亡成了新的标准。当脑干反射消失，脑电图成一条直线，且这种状态持续12小时以上，才能宣告生物学死亡。但这里藏着一个关键。临床死亡心跳呼吸停止和生物学死亡脑死亡之间有一段灰色地带。2019年，《自然》杂志刊登过一项研究，科学家在猪死亡后4小时内，用特殊设备向其脑部输送含氧溶液，发现神经元竟然恢复了部分活动，它们能对电信号做出反应，甚至突触还能传递信息。这意味着死亡可能不是瞬间的开关，而是一个缓慢的衰减过程。更有意思的是，2022年加拿大的一项实验，研究者记录了7名临终患者的脑电波，发现，在心脏停跳后的30秒内，大脑出现了高频伽马波爆发。这种波通常和记忆、意识相关。有患者家属说，亲人临终前突然喃喃自语：“我看到爷爷在门口等我了。”而那时，他的心电图已经快要拉平。神经科学家说，这可能是大脑在最后时刻的自救。缺氧状态下，大脑皮层异常放电，把储存的记忆碎片拼凑成幻觉。但问题是，如果意识只是大脑的分泌物，为什么在大脑即将彻底死亡时，反而会出现最清晰的感知？第二章：濒死体验。穿过隧道的人看到了什么？全世界有超过3000万人声称经历过濒死体验，其中有2个案例至今让科学界争论不休。第一个是美国神经外科医生埃本·亚历山大。2008年，他因严重的脑膜炎陷入昏迷，大脑皮层完全 shut down 指停止活动。按医学标准，他当时不可能产生任何意识，但1周后醒来，他说自己穿过了一条充满光的隧道，看到了一片开满白花的田野，还有一个发光的存在对他说：“你该回去了。”更离奇的是，他能准确描述昏迷期间护士给他插尿管、医生讨论手术方案的细节，而这些是他在大脑停机状态下绝不可能通过眼睛或耳朵听到的。第二个案例发生在1984年，美国小女孩科尔顿·博普在阑尾手术中心跳骤停，醒来后告诉父母，她在手术台上看到了天花板上的一个红色球鞋，那是医生放在那里的，而她当时全身麻醉，视线根本不可能看到天花板。后来医生去核实，果然在天花板角落找到了一只红色球鞋。这些案例中有几个惊人的共性：90%的人提到看到白光，80%感到前所未有的平静
70%会回顾一生的关键瞬间，还有40%说遇到了已故的亲人。科学试图给出解释，白光可能是视网膜缺氧时的神经放电，平静感源于身体分泌的内啡肽天然镇痛剂。生命回顾是海马体在极端压力下的记忆闪回，但始终无法解释为什么那些临床死亡的人能看到自己身体之外的客观存在的细节。有神经学家猜测，意识或许并不完全依赖大脑，就像手机和信号的关系，大脑只是接收器，而意识是信号源。当大脑损坏，比如濒死时，信号可能暂时脱离接收器，飘到更广阔的空间，于是能看到平时看不到的东西。但这只是猜测，至今没有任何仪器能捕捉到这束信号。第3章：宗教与文化中的轮回，人类对重逢的集体执念。如果说科学是实证的探索，那宗教与文化里的轮回观更像是心灵的预设。人类似乎从骨子里不愿相信永别。先看东方的轮回体系，佛教的6道轮回不是简单的转世，而是一套精密的因果操作系统。你这辈子的行为业力会决定下一世的频道，行善者可能入天人道而修罗道，作恶者可能入畜生道、恶鬼道。只有破除我执，才能跳出轮回，进入不生不灭的涅槃。印度教的轮回更强调灵魂进化，灵魂阿特曼像一块需要打磨的石头，每一世的生命都是一次修行，直到与宇宙终极真理梵合一。有趣的是，印度教经典《薄伽梵歌》里说，灵魂不会出生，也不会死亡，它只是换了身体，如同人换衣服。藏传佛教的中阴身理论则细化了死亡到转世的过程。人死后49天内，意识处于中阴状态，前7天会看到明光，如果能认出这是自己的本性，就能解脱；若认不出，就会在后面的42天里遇到各种幻境考验，最终被业力牵引，投入下一世的母体。藏族的西藏度王经本质上就是给中阴身的导航手册。再看西方的非轮回体系，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更相信一次性生命加终极审判，这辈子结束后，好人上天堂，坏人下地狱，没有重来的机会。但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却早有轮回观，他们认为灵魂是不朽的，会在人、动物甚至植物之间轮回，所以主张不杀生，怕误伤前世的亲人。非洲的马赛部落则相信轮回是家族的延续，死去的长辈会转世成新生儿，所以每个孩子出生后，族人都会通过他的眼神、胎记猜测他是哪位祖先回来了。这些跨越地域的信仰，其实藏着一个共同的渴望：死亡不是彻底的消失，而是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第4章：轮回的证据。那些带着前世记忆的孩子，如果说宗教是信仰层面的轮回，那有些案例则试图站在实证层面。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伊恩·史蒂文森花了40年研究了2500多个前世记忆儿童案例。这些孩子大多在3到5岁时开始说自己的另一个人生，他们能说出陌生的地名、人名，甚至具体的死亡原因，而这些细节往往能被一一核实。最著名的案例是印度男孩香卡，他从3岁起就说自己是另一个村子的索巴，还说自己是被镰刀砍死的。史蒂文森团队去索巴的村子调查，发现确实有个叫索巴的人5年前被镰刀误伤致死，而香卡的胸口正好有一块和索巴伤口位置一致的胎记。更离奇的是，当香卡第一次见到索巴的遗孀时，直接喊出了他的名字，还说出了2人之间的私密对话。另一个案例是美国男孩詹姆斯·兰宁格，他从2岁起就频繁做噩梦，说自己的飞机被击落了。他还能准确说出2战时太平洋战场上的航母名称、飞机型号，甚至说出一个叫杰克·拉森的名字。
后来家人发现，二战时确实有个叫杰克·拉森的飞行员在太平洋海战中驾驶战机被击落身亡，而詹姆斯描述的坠机细节和杰克的阵亡记录完全吻合。科学界对这些案例的质疑从未停止，有人说这是父母引导性提问的结果，有人说孩子是从电视、书籍里看到了相关信息。但史蒂文森的研究团队排除了这些可能，比如香卡所在的村子没有电视，他不可能接触到索巴的故事。詹姆斯的父母对二战历史一无所知，更不可能引导他说出具体的航母型号。更让人费解的是，胎记与前世伤痕的关联。史蒂文森在研究中发现，约35%的前世记忆儿童身上都有与前世死亡原因对应的胎记，比如被枪杀的人转世后对应的位置会有圆形胎记，被火烧死的人转世后会有片状胎记。这些胎记用现代医学很难解释其形成原因。当然，这些案例仍不足以证明轮回存在，科学需要可重复、可验证，而轮回案例往往是孤立的、难以复制的。但它们像一个个漏洞，让意识随肉体消亡的绝对论显得没那么牢固。第5章：人死后的世界，5种基于科学与哲学的猜想。如果暂时放下信与不信，我们不妨开个脑洞：人死后的世界可能是什么样的？第1种，虚无论，彻底的虚无。这是最符合现有科学认知的答案。意识是大脑神经元活动的产物，就像软件运行在硬件上，硬件坏了，软件自然消失。死亡后，你不会感受到黑暗，因为感受本身就需要意识存在，就像你出生前的状态，没有痛苦，没有恐惧，只是不存在。第2种，轮回论，意识的迭代。如果意识真的像信号，能脱离大脑存在，那它可能会像数据传输一样进入新的生命体。但这里有个问题，如果轮回存在，我为什么会忘记前世？或许就像电脑重装系统时会格式化硬盘，意识进入新的身体时，为了适应新的硬件，会暂时屏蔽旧的数据。又或者，忘记本身就是轮回的意义，只有清空过去，才能真正开始新的修行。第3种，量子平行论，在另一个宇宙继续生活。量子力学的多世界诠释认为，每一个选择都会分裂出一个平行宇宙。有物理学家猜测，意识可能是一种量子信息，死亡时会通过量子纠缠转移到另一个平行宇宙，在那里，你可能还活着，继续过着另一种人生，就像你做过的濒死噩梦。或许是另一个宇宙的你真的经历了死亡。第4种，高维归宿论，回到意识的源头。弦理论认为，宇宙有11个维度，我们生活在3维空间里。或许意识本身来自更高维度，死亡只是意识从3维投影回归高维本体。就像一张纸上的蚂蚁，2维生物，当纸被烧掉，蚂蚁的2维形态消失了，但它可能在3维世界里以另一种形式存在，只是我们无法理解。第5种，宇宙记忆库理论，意识成为宇宙的一部分。全息宇宙理论认为，宇宙就像一个巨大的全息图，每个局部都包含着整体的信息。或许死亡后，我们的意识会分解成最基本的信息单元，融入宇宙的记忆库里。就像一滴水汇入大海，它不再是这滴水，但也从未消失。说不定某天，宇宙的某个角落重新组合这些信息，一个新的意识就诞生了。这些猜想目前都无法被证实，但它们让死亡从恐惧的终点变成了值得探索的谜题。第6章，科学与未知的边界。我们为什么如此在意轮回？其实，无论轮回是否存在，这个问题本身就藏着人类最深刻的智慧。科学的本质是探索可知，
但宇宙中总有未知。意识是什么？时间是什么？这些终极问题可能永远超出科学的解释范围。就像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却无法解释引力的本质是什么。我们知道大脑有神经元，但不知道神经元的放电怎么变成了我的感受。而轮回的猜想，本质上是人类对有限生命的反抗。我们害怕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被遗忘，害怕爱过的人再也见不到，害怕未完成的事再也没机会做，害怕自己在宇宙中像从未存在过。如果轮回存在，意味着所有的告别都是暂时的；如果不存在，意味着每一次相遇都独一无二。两种可能其实都在提醒我们，无论死后是轮回还是虚无，此刻的生命都无比珍贵。或许有一天，科学会彻底证明轮回不存在，那时我们会明白，死亡是对生命的限定。正因为有终点，每一秒才值得用力活。或许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意识真的能轮回，那时我们会懂得，今生的相遇可能是前世的约定，每一次善待都是在给下一世留一份礼物。但在那之前，我们不妨带着这份未知生活，既敬畏死亡的神秘，也珍惜活着的实在。毕竟，无论死后去了哪里，此刻的你正在宇宙中经历一场独一无二的活着。感谢您看到最后，宇宙回声，我们下期见。